死之！民国10年，一个女人死了。著名实业家张謇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：当时她的身体还有温度，而我的悲痛已不可表述。情传百年，力透纸碑，却有违道德，因为当时这对男女分别有自己的家庭。不久，张謇对外公布了女人的临终遗言。她说：“死在我这儿，就埋在我这儿，不入夫家祖坟，不与丈夫合葬。”这个遗愿过于劲爆，相当于昭告天下自己是个出轨的女人。张謇也无惧世俗眼光，为她画地安葬，阴阳相守。这也成了民国初年的一桩惊天绯闻。很快，女人的丈夫出现了，还没能赶上见妻子的最后一面，但深知自己的妻子道德完美，从未出轨。他说：“是。母亲生前遭张謇软禁，死后被扒葬一方，也乃张謇伪造，让我们夫妻名誉尽毁，我必要讨回个公道。”两个男人打了多年笔墨官司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因女人死无对证，这桩绯闻也就成了历史悬案。你应该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吧？我也好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出轨。我一辈子做了很多事，为何只盯着这一点呢？你叫沈寿，表字雪君，中国刺绣的一个流派竟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。世人知道我的名字，是因为报纸上的桃色新闻，还是因为我手里的这根绣花针？很遗憾，是绯闻，并且你的生平主要来自男人们的书写。你肯定想象不到，在你去世后的2、3年里，两个男人为你撕成了什么样子。和大实业家张謇相比，你的丈夫显得势单力薄。他只能将遭遇写成书稿，一家一家地找报社爆料。直到上海的一家小报表态，无惧张謇为名，愿意帮他出版，让他发声。我夫妻2人合作绣饰30年，钟怀皆知。他怎么可能会在临终前最后5分钟忽然给张謇留下遗言，说要与我死后离婚，不入我余家祖坟，甚至不与我合葬？用现在的眼光看，你们是一对事业型夫妻。光绪32年，
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修功科，你的丈夫被慈禧太后直接授予官职，还得上代表皇家荣誉的勋章。稀奇的是，无论是官职还是勋章，只要你的丈夫有一份，你也能有一份。恭喜恭喜，多谢多谢。夫妻同朝为官实在罕见，即便是现在的女频爽文，也少有这样的故事。你们引得当朝学者频频题诗称颂，颂歌流传至今，而你正是你丈夫一手打造的传奇。2年前，也就是光绪30年，我进京科考，却落榜了。彼时正值太后老佛爷7十大寿，我便为妻子向太后进献了绣品。亲手刺绣的，得此屏风，老佛爷立时心花怒放，当真是惊。那之后，老佛爷传旨嘉奖，御笔手书“福寿”2字，分赐我夫妻2人。你本名沈云芝，得到慈禧赐字后，你艺名为沈寿。谢谢诸位。你是苏州人，明清时期苏绣发达，苏州女子几乎都是绣娘，你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你过誉了，不过是尽一个女人的本分罢了。女子在刺绣的时候，需要长期静坐，耐心专注。自古女工便是培养女子德行最好的训练。议亲之时，男方也是要先看女子的绣品，绣好，人就好。当年于冰尘看过我的绣，便起了誓，若娶不到我，他就去做和尚。你们的确是天作之合。中国刺绣中有一种艺术价值极高的画绣，以真代笔，以现代墨，来描绘符合士大夫审美的名家书画。雪君，刺绣画绣要以文人画为绣稿。你看我新做的这幅画如何？你虽不善丹青，但你的丈夫是个小有名气的书画家。雪君，你可知6法之难，气韵为最，意居笔先，妙在画外。我常放下书本，与妻子研修。我以笔代针，他以针代笔，10年如一日。我们技艺越来越精，名气也越来越大。之后，我们夫妻同朝为官，一直合作绣作。若没有他，我的才智便不得显耀；若没有我，他的美德也不得彰显。所以世人称颂我们夫妻恩爱，姻缘美满。你去世2年后，你的丈夫手书一册《南通余绝沈寿夫妇痛史》，开始在上海《京报》刊登连载。然而，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的话。慈禧太后的赐字，前朝名人的题诗，我全都印在了书里。铁证如山，他们凭什么不信我？
当时，另有报社的记者找到了你的亲姐姐沈丽，想要挖出更多真相。沈丽与你相随一生，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人。于冰尘有没有说过，雪君在为慈禧太后绣绣屏的时候，已经怀孕了？成亲10年，头一胎，那时候雪君已经30了，身子也不好，本该好好养着，不能受累。可为了让于冰尘赶在太后大寿上进绣，雪君不能停工。没几个月，她就落胎了。到了北京，也没有养好。再转一圈这是夫人，叫夫人。夫人，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，雪君之前滑胎伤了根本，怕是再也不能生养。于冰尘也是快40的人了，又是家中独子，总不能让老于家绝了后。还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？伺候夫人喝药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到底是雪君生不了了。他总不能罔顾妇德，不为这家里考虑吧？最难过的时候，他也只能悄摸摸跟我哭上一场。这些内围私事也被张简记录了下来。我得以看到你婚姻的另一面，还是被你们瞧见了。好在20世纪初的北京给了你第一个走出家门的机会。你供职的绣工科是一所教授刺绣的皇家专科学校。清政府为什么要办这么一所刺绣学校？就因为慈禧特别喜欢刺绣吗？当然不是。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，资本主义大机器织布业进入，大量手工艺人破产失业，国家力权不断丧失。为迅速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清政府开始对传统手工业进行规模化改造，更加注重发展技术教育。刺绣一直是中国传统工艺中的优势项目，大力发展刺绣正是那个时代的潮流。这是何人呢？义国王后。哦，看着跟真人一样。
于冰尘好钻营，一搬来北京便在京中四处活动，弄到了这张义国王后的摄影照片。他听说朝廷要与义国王后赠礼，便想仿个什么林下美人图的样式，让雪君给绣上一幅。若是能以绣作像赠作国礼，既新奇又风雅，还是朝廷的脸面。可雪君不这么想。洋人绣成中国画，说到底神韵还是不像。如今百工百业都讲求个洋画，任凭你手艺再好，总是低洋货一等。我想，若是不翻出个洋花样来，恐怕难以服人。就是国礼，也不好拿出手。咱这点绣花功夫，还能绣出什么洋花样？以西洋摄影术直接入绣。我让冰尘照着照片勾了个签稿。先前咱们是以针线作画，如今我想试试以针线摄影。这能绣出什么来？你看，雪君，你怎么还没收拾好？马车都到门口了，咱们该出发了。走，快！你去应酬不就行了？你看你这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你说你这一天天的你……你可知，今天是曾夫人点名要你去见她，你务必跟我去一趟庆亲王府。来吧，冰尘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没这心思，你就帮我推了吧。糊涂！这曾夫人跟庆亲王妃那可是闺中密友，你去跟她见个面，喝杯酒，顺便认个干娘，以后咱们在朝中也好有个便衣。我今日手头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，而且我也不想认什么干娘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啊，这凡事分不出个轻重缓急，这东西什么时候修不行？不差这一晚啊！走走走走。冰尘，我需要时间细细琢磨，我不想被打断。你看，这照片上是真人，颜色却只有黑白。你再看你的签稿，很多地方光影关系大有问题。我想也许是摄影术曝光的谬差所致，你也就跟着错了。若要绣得真，务必要将摄影术和西洋画的原理搞清楚。若照你的签稿依葫芦画瓢，恐怕绣不出来呀。我竟然不知你还有如此见识，好一副名家做派。但你别忘了，当初咱们可是像条哈巴狗似的钻进了天家的筵席，才有了今天的日子。怎么，如今要你去喝杯酒，竟是辱没了沈先生？我凭本事吃饭，我为何要过得像条哈巴狗似的？本事？你管这个叫本事啊？不过一点奇技淫巧罢。哎，看看啊，这才是你的靠山。不过现在沈先生主意也是大得很，我也别在这儿碍您的眼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想要的彼此都给不了了。清末明初，
中国古老的刺绣工艺有过一次大革新，你是其中的关键人物。咱们的文人画传了1000多年，追求意趣和神韵，却不仿真。洋人的摄影术和油画追求的是写实仿真，他们善用光影制造立体感。画绣是依画而绣，画不同，绣就不同。当你的绣稿从一幅传统的中国画变成了一张西洋照片，就意味着你需要创造出一套全新的刺绣语言。阴影因为光线的不同而不同，光线因为本色的不同而发生改变。用一种颜色来表现，显然是不行的。为绣出立体仿真的效果，你创造性地将几种到上百种不同颜色的丝线穿在一根针上，如同在油画的调色盘上调色。你能在直径不足半毫米的针尖上，用比头发丝还细的丝线，调和出光照万物的千万种颜色。传统社会要求女性妻职母守，并不鼓励我们展现艺术创作能力。中国刺绣的历史超过2000年，青史留名的绣女却没几个。以后像横空出世，参与了国内外重要的工艺展览。你在报纸上被冠以大美术家之称，甚至成了女界的明星。世道变了，但大清也亡了。大清亡了，绣工科也没了，一家子的生活忽然没了着落。于冰尘平时大手大脚惯了，竟是一点积蓄都没有留下，一度要靠雪军典当度日。那个时候可找不到什么定制画绣的有钱伙计，兵荒马乱的，谁还有心思把弄风雅？我们只能绣一些衣裙和背面，工钱少得可怜，日日夜夜手不敢停。实在是撑不住的时候，是张先生找到了我们。改朝换代后，没了仕途经济，男人们看上去前路不明。我结识张简是在宣统3年，他因公与我有过一面之缘。之后，他跟我的同僚说，绣工科的于冰尘是个人才。因此一言，我就把张简视作清改中之知己，这才在辛亥年间投奔。总之，你们在最困顿的时候投奔了张简，近代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。张简本是前清状元，高中那一年正值甲午战败。怎么样？正好。他自觉做官无用，实业才能救国，于是回到家乡南通创办民族工业。热衷于用实业收益创办各类新式学校，
于夫人，像不像做了场梦？我们一家的前途又压在了绣花针上。当时，刺绣品一直是中国热门的出口商品，刺绣依然是发展实业的重要项目。为满足人才需求，张简在南通办了一个女工传习所，请你们夫妻来教绣。您看这儿，异国就在这里。于夫人，您的仿真绣像就送到了这里。其实欧国也有刺绣，绣技之精妙却不及我们。欧人视绣娘为美术家，于夫人一绝中西，可称为世界之美术家。张先生抬举我了，不过是一点雕虫小技。于夫人过谦了。今时平凉一国，视美术成就为文化指针，刺绣正是美术的一支。你应该去看看外头的世界。就在这一年，美国发来邀约，邀请中国参加将在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。万国博览会就是早期的世博会，相当于全球工艺界的奥林匹克盛会。据史料记载，彼时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是举国瞩目的热点话题，无人不议论。如果能在赛事中拿奖，于国、于家、于学校，那都是名利双收的好事。张先生，我想送一幅绣去参加这个比赛。我推算了一下，你在南通的工资应该还不及前清时期的一半，生活依然困窘，你也只能和丈夫分住在各自的单位宿舍，这导致你们夫妻事实上的分居。夫人来了。可你的负担加重了，家里添了人口，你甚至成了这个家的经济支柱。呦，宝宝来，哎呦，真好吃，真棒！再来一口啊！你丈夫在前清的工作经验行不通了，在南通，他做过警署教员，办过平民工厂，又被派去上海办绣品公司，最后公司黄了，还赔掉了一栋宅子。求人得人的是，他终于中年得子，他的家庭圆满了。宝宝好。冰晨，你看看这个啊，这是耶稣，洋人的圣人，替人受难，度化众生。怎么，如今你也想起他来了？我想试试以西洋油画入绣，就绣这个耶稣。那你是异想天开了。这西洋油画呀，可复杂太多了。人面地小多光，且用色上百，比你的轶后照片可复杂多了。我预备将多色绣线扭成多丝的花线，
这样便可使面部色彩过渡自然。这次绣线我也打算自己染。我回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。这幅图啊，太小了。你要真想绣它，必须得重新画一幅。但这西洋油画，我可画不了。可你认识会画西画的，对吧？我是想请你帮我找个人来画稿。哎呦，乖乖乖乖不哭啊！哎呦哎呦，不哭啊，不哭不哭。哎呦，哦，好好。越往后，我越搞不明白，你那么拼命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我想撑住一个家，错了吗？以西方油画入绣，在你之前从未有过。所用100多种不同颜色的绣线，全部由你亲手染制。耶稣像，你人生的高光之作，已经没有了于绝的笔迹。事实上，从此开始，你们再也没有创作上的合作。他应该是追不上你了。有段时间，于冰城招了些男孩子过来学绣，试图超越女子，可终究是一个也没留下。雪君跟我说，刺绣虽是小技，却也要像做学问一样，怀有追根究底的诚心和刻苦钻研的恒心。世人轻易就把这件事看清了。你这是要给皇天菩萨贺寿吗？值得做这么费神的功夫？参加赛会，一是赛精巧，二是赛新奇。只有想人所不敢想，绣人所不敢绣，才有拿奖的可能。哼，我倒是想也不敢想的。怎么了，雪君？啊？老毛病，画一会儿。把针给我。你之前绣意大利皇后艾丽娜像花了多久？2年4个月。那现在距离去美利坚参赛还有多久？半年。这么赶，会要了你的命。刺绣耶稣像透支了你的健康，很快，你被诊断出患有干郁症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，很像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症状。生理上会出现两胁疼痛、疲倦无力、头痛、腹胀等情况。你怎么了，雪君？他成宿的赶工，雪君做的活又极其耗神，心里还不痛快。最严重的时候，雪君血崩了。正是这场病，
彻底动摇了你的家庭。我走，快走！上哪儿去啊？大半夜来不及了，到了再说。什么来不及了？他这次很严重，你快跟我去看一看，快！你还犹豫什么？快呀！老爷，你快来看看孩子呀，他一直在哭。雨冰晨，老爷，没事没事，哦呦哦呦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快去给他找个郎中。我上哪里去找郎中啊？雨冰晨，来不及了，雨冰晨。血君身子不适，我几次去找于冰尘，于冰尘都让我们自己去找郎中。那时候我们刚来通州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血君又怕给所里添麻烦，他的病就这么给耽搁了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害死了血君，简直倒果为因。我们夫妻究竟为何分开？血君为何抑郁而终？他沈丽敢说出个中细节吗？一开始，张健说传习所风飘雨淋，在城外修了新校舍，便搬走了。之后又说血君体弱要静养，不宜住在学校，还不时派医生劝血君搬出去住。又是借千庭，又是给私宅，最后还建了个绣织局，都是给血君养病的地方。现在想想，张简见屋借人，分明就是托辞。什么托辞？这就是实情。血君一病再病，两位名医反复叮嘱一定要静养，静养。可他管着传习所，哪里静得下来？张先生这才命我暂代所长之职，免去了血君的全部工作，就是要他不问世事，好好静养。静养便静养，张简为何还亲赐汤药，无微不至，毫不避嫌？血君几次病危，全靠张先生拼力救治，反倒落了天大的错处。他为何这么拼啊？他居心何在呀？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张简基于无期，此为铁证。血君去世之后，我在他的箱底翻出几封诗函，皆为张简所作。一着眼连波影，东叠西接哪得志？剑为比翼鸟，蝶为比目鱼，皆是形容夫妻之意。血君识字不过千，他怎知其中之意？血君内受张简幽情，外受人之流言，他的病怎么能好？民国9年，我下定决心去上海卖字为生，辞掉了滕州所有工作，血君也请辞职休养。张简却一口咬定传习所没有血君就办不下去，不肯放人。于冰尘说谎，那日我也在场，就在血君的身边。于冰尘，于冰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拿血君的衣服干什么？啊！团半个时辰后就开了啊！不行，今天你必须跟我走。于冰尘，你不要乱来！于冰尘对血君不闻不问，反而怪罪张先生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，便想要血君跟着他一起离开。血君，血君，他不想跟你走，给我放开！走。于冰尘，你给我放手！你放手！于冰尘，雪君，雪君，你没事吧？啊！
想我现在就死在这儿是吗？雪君，我去意已决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跟不跟我走？冰晨，你说什么了？雪君说：“我是定不能跟你走的。”一派胡言！雪君说的是，名誉实属第一生命，身体不过第二生命罢了。牺牲我的名誉，比牺牲我的性命更残酷。他怎么可能不想走？父亲，我豁出脸面性命，就是要让这本痛史流传百世。不管等多久，我相信天下世人自会还我一个公道。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，是吗？我该听谁的呢？你总是这么沉默，我至少得找到一点你自己的声音。于觉有一点说的没错，你的确一直为流言所困。为避嫌，你曾默默从张简借给你的住处搬回了传习所。对张简的情诗，你也有过回应。镜中发落长满梳，自怜长不过3尺。你坦白了痛苦，本心自有主，不随风东西。你也拿定了主意。这首回诗也许被张简默默收藏了起来，沈丽和于觉似乎都不知道。那你看见我拿定什么主意了？请告诉我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还有秀没有做完，而我不想被打断。为刺绣这幅西洋油画，我还发明了新的针法。我的针法不是谁传授的，而是从小学习，长大后长期练习的结果。在此过程中，我悟得刺绣的精髓应该是逼真，事物皆有真相，刺绣应当还原。我见到欧洲的素描和油画，发现它们都来源于真实影像。我凝聚心神，仔细琢磨，将悟得的新方法运用到传统绣法中，并逐渐有了突破。便觉天地之间千形万态，凡是我能看到的，就没有绣不出来的。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耶稣像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奖项。此后，你被冠以世界美术家之称。你创造的仿真绣又被称为神绣。
上天造人，或智或愚，虽参差不齐，但没有男女之别。只是女子格局小而不够通达，多愁善感而犹豫不决。也许张简以为你过分看重名誉，逆来顺受，害了自己。他为你鸣不平，想救你于水火，也给你引来了流言。一个女子一辈子不管怎么过，只要不得人怜爱，不得一桩美满的婚姻，就是格外薄命，格外可怜。甚至连张先生也这么看我。你们是不是也这么想？不，你不可怜，你没有被一个过时的家庭吞没，你出走了，你是一个成功的罗拉。问题在于，自古不缺试图出走的罗拉，为什么你成功了，而且是历史上最初一批成功的典范？答案仍在刺绣上。清末明初，在中国诸多出口商品中，唯有刺绣一项是外国人难以加工制作的，不得不在中国购买。因此，中国刺绣的出口额十分可观。在发展实业的目标刺激下，刺绣成为女性谋生自立的重要技能，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性职业之一。你执教的南通女工传习所以技能训练为主，辅以文化教育，目的是让当地的贫困女性能以刺绣为职业，获得自立。当然，也包括你自己。世间男子读书，写文作诗，父子出版，便可流传百世。如今有了这幅绣，有了这所学校，你们也能够记得我的名字，不是吗？